你这个年纪到底该有多少钱？你有没有想过啊？你现在的存款算不算达标？你跟同龄人相比是超前了还是落后了？有时候我们在刷短视频，听别人说30岁要存100万，或者40岁没房没车就完了，心中难免一紧，这些数字是不是太遥远了？那今天呢，我不想吓唬你，也不想贩卖焦虑，而是想借一份真实的全球数据，对照出一个财富锚点图，帮你理一理从20岁到60岁每一个年龄段大致的净资产目标。还有，如果你达不到，那有没有补救的方法？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开始。首先，咱们统一一个概念啊，净资产等于你所有的资产减去所有的负债。你可能会说，我有一套房值800万，但是如果你的房贷还有700万，那你的净资产呢，其实只有100万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讲啊，不是你拥有多少房产，而是净资产是你真正可掌控、可以支配、可以变现的财富。我们知道，对于很多中国家庭来说呢，房子是最大的资产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很多人的账面财富其实是动不了的，甚至还带着杠杆。今天我们讲的每个数字呢，都是以不含房产的净资产为口径的，供你作为参考的锚点，不是为了批判谁，而是帮你对照一下，如果真的发生了意外，要转型或者你要养老，那你手头到底还有多少主动权？首先，咱们来看一下20岁到29岁的人群。20多岁的你啊，不必对存多少钱有太大的焦虑。根据美国的美联储的数据呢，25到29岁的美国人群净资产中位数大概是1.9万美元，也就是13万人民币左右。而中国目前的人均存款是多少呢？根据2025年的最新数据，全国人均存款11万元，而且呢，大多数是集中在40岁以上的人群。所以对于20多岁的你，我给出一个非常现实的建议。如果你是20到25岁，那你的净资产目标可以定在5万到10万元。如果你是25岁到29岁，那净资产目标呢，可以定到15万到20万元。这不是你一定要达标的一个数字，而是这个阶段你最重要的是练习理财习惯。重点不在金额，而是要培养自己养成以下这4个习惯。第一，每个月强制储蓄10%到15%，当然从5%开始也可以。第二，建立紧急备用金，就是3到6个月的生活费。第三，坚决不碰高利贷，信用卡不欠款。第四，开始了解基金、ETF 等工具，为未来做准备。那如果年轻的你现在还没有存到上面这个数字呢，也不要气馁。比起拥有多少钱，现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开始学会存钱的习惯。30多岁呢，就是人生的一个关键拐点了，因为这个时候呢，你会开始想要买房、成家或者换工作，甚至第一次感受到财富焦虑扑面而来。那这个阶段我们应该设定什么样的目标呢？30岁不妨给自己定个目标，净资产50万；35岁净资产80万；39岁净资产100万或以上。看到这个数字，很多人可能会皱眉了，我30多岁了，还没有存到30万怎么办？我想告诉你在中国目前50%以上的城市家庭净资产是不到100万人民币的，不含房产你并不孤独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趁早调整的原因。怎么做呢？这个时候你可以开始建立你正式的投资组合，包括 ETF 基金、养老金，把你的储蓄率提高到20%，同时做好现金流和房贷之间的平衡，不要压空自己。这个时候的你最怕的就是假性繁荣，收入看似上涨，但是你的消费也在同步膨胀最后呢，存款为零，投资为零。40岁以后人生进入了高压时段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房贷还没有还清，身体也开始频频出现状况，这个时候的焦虑容易被放大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40多岁是你一生当中影响未来30年财富走向的关键时段。40岁的时候，不妨你定个目标，净资产200万；45岁呢，定个目标，净资产250万；49岁争取净资产达到300万或以上。听到这组数字，很多人会想，我这辈子还能有300万的净资产吗？我的建议是别光盯着数字看，而是要看结构。你的资产呢，是不是全压在了房子上？你有没有可以变现、可以流动的财富？
因为这个阶段的你应该强化对于债券、低波动资产的投资比重，同时还要留足现金池，抵抗生活中的意外风险。投资不能赌翻盘了，而是要稳中求胜。哪怕你此刻只有几十万的净资产，只要结构正确、节奏合理，投资持续，一样可以实现反转。50到59岁这个阶段呢，是人生的第2黄金期，也是为未来养老布阵的冲刺期了。50岁的你啊，不妨定个目标，净资产在400万；55岁净资产500万；59岁净资产600万或以上。是不是很多人听到这里又想关视频了，觉得不可能呀？我理解，我见过很多人啊，50岁才开始真正理财，也有人呢50岁突然醒悟了，调整了方向，5年内从0达到了100万。这不是玄学，而是你是否把财务当做自己人生优先级的最高项目。这个阶段的你配置的重点是可支撑性和现金流安全，因为这个阶段的你要开始做退休现金流模拟了。你的养老金够用吗？你的年金够足吗？你要减少风险资产，逐步锁定收益型工具，比如说分红型的基金呀、债券基金呀、国债等等。这个时候的你不能控制市场，但是你可以控制你的下半生是否稳定。60岁之后的你啊，净资产逐步开始下降，这很正常。你要管理自己的支出和投资的节奏。60岁之后，有人想退休了，有人还想边工作边慢慢退休，有人呢还在养孩子，还在还房贷。我想说呀，退休不是一场比赛，不需要跟别人比。60岁的你，净资产目标不妨定在700万。听起来好像是个很大的数字，但是你要知道啊，现代人寿命延长，按90岁的寿命算，700万资产需要支撑你剩下的30年，而且月均支出还得控制在2万之内。对于在1线城市生活的人来说呢，也并不能过特别奢侈的生活，因为65岁以后，你的赚钱能力下降，你的医疗等支出还增多，开始逐步动用养老金在支撑了。这个时候，你如果有以下几项准备呢，可以安心一些。第一，你的社保养老金能够覆盖你的日常支出；第二，你手里有可变现的资产现金池；第三，你每年都有做一次家庭财务盘点的习惯，对自己的财富地图是清清楚楚；第四，你的儿孙没有啃老，没有需要你支持的情况；第五，你的配偶没有出现要和你离婚分割财产的情况。你能做到自己花钱的时候不慌，出事的时候有底，这个时候的你啊，就已经赢了90%的人。今天给大家的这些数字呀，并不是财富及格线，而是给你一个参考点，帮你看看我现在在哪里，未来该往哪儿走。如果你现在落后了很多也没关系，比起立刻达标，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开始行动。我希望你知道啊，现在的每一次存钱，每一次的预算，每一次理智的投资，其实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铺一条更稳的路。因为财富不是短跑，而是马拉松。你要做的就是不要在中途放弃自己。我制作的年龄、资产目标、配置建议表已经放在思想会当中了，欢迎大家查看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